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是，難道日本真的可以一夜永和嗎？現在發出的正式警告。另外一方面，今天也會來關心到中國大陸的這個動作，20天的渤海軍演，再加上它的歼20似乎現蹤在宮古海峽，中日現在太平洋對決，火線升溫。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我們要來看到，這是來自於北京智庫最新的一個說法，他的報告指出呢，日本右翼它的這個核野心不斷的擴張哦，已經對世界的和平造成嚴重的威脅了。他也指控日本現在正在秘密生產可以用於核武器的這個鈽，而且它是在極短時間內就可以發展出核武的。那我們要知道呢，日本它過去是一直使用的是核不擴散條約的框架，所以它是唯一一個非核武的國家，但是它又具備的包括了有这個核燃料在處理，還有能夠分離武器及鈽的一個非核國家。特別要關心到的是，它其實在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運作的這個實驗塊中子反應爐，這個叫做長洋。它當時呢被視為是在爐芯的設計調整前就已經可以擁有生產武器及鈽的這個能力了。技術上它是可以完全的來生產核武的。那麼其實我們也看到當年的這個報告也提到說，其實拜登總統當時他在擔任副總統的時候，2016年的時候，他就已經向習近平主席直言，並且警告了日本，他是有能力在一夜之間就擁有核武的。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拜登的這個言論？日本一夜就可以擁有核武，所以這份報告也透露說，日本秘密準備核武的可能性，現在到底有多高？首先啊，拜登說日本可在一夜之間，絕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1年之间啊，合理的推算。因為日本是一些非核國家裡面唯一擁有核武器材料的國家，因為它過去啊，又蓋了很多核電廠，核電廠煉完了以後，那個燃料棒叫做乏燃料，這個乏燃料呢，因為本身就帶有鈽，所以用鈽跟鈾再整合，可以變成一種鈾鈽混合的新的核燃料，再回去核電廠可以再用1次到2次，然後在這中間會產生很多的鈽，然後這個鈽啊的累積啊是要提煉出來。目前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有，俄羅斯、中國跟美國當然是有啦，剩下就是法國、英國跟日本，其他國家沒有了。所以日本啊，除了自己啊提煉鈽以外呢，還把這個乏燃料運到法國跟英國去提煉這個鈽原料，所以現在在法律上，日本擁有差不多44公噸的這個鈽。那40公噸的鈽呢，其中在日本本土只有8公噸，那另外在英國跟法國，那全部都是在国際原子能總署的監督底下。我去參觀過青森縣的它的什麼六所村的一個鈽原料基地啊，在那個地方真的都是白皮膚大鼻子啊，什麼那麼大眼睛的人哦，在現場在督導啊，那所以日本要秘密做是有困難的啊，是有困難的，因為那個鈽我所了解，他們要開啟這些燃料庫啊，是需要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人現場開啟，他才能開啟，日本人自己不能夠動用這些燃料啊。但是因為日本上次福島事件問題之後呢，它的核燃料廠關了，所以鈽就沒有消化掉。本來鈽做成 MOX 就是這個鈾鈽氧化燃料的話，這種混合燃料就沒有辦法再投下去，所以就沒有製造，所以累積了很多，哈。那除了這個製造原子彈的話，大概再把那個鈽哈，不是直接來製造，再提煉一次。就變成武器級的高純度的鈽，那就可以大概平均每4公斤就可以做出1枚长島爆炸時候的核導彈的規模，每4公斤。但而且當然4公斤裡面只有5%的一個可以用來分裂了。那技術上不提，現在重要的就是說，那日本還有核武器的平台，那做這種導彈，日本也沒有問題哦。他把他目前的不管是防空導彈的技術啦，或者是反艦導彈的技術啊，03武器或者124武器啊，稍微調整一下哈，就可以以日本的工業能力有辦法做出啊這個中程或者甚至於洲際彈道導彈啊，可以裝載這個
布原料所造成的核子武器，這可能性是存在。所以拜登講的，日本有技術沒有錯，日本有能力沒有錯，但是除非美國不管啊，美國放手，或者這國際原子能才會放手，國際原子能兩個都放手的時候，日本才有辦法自己取得布原料啊來製造核子武器。那如果日本出現核子武器，就是美國人幹的，這很清楚。現在就等政治信號上面的放行，那也被中國視為是不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復甦？所以最近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動作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海上，我們今天也要特別看到的是幾個軍演跟實彈射擊。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在1月10號連2份的航行警告，第一個是在渤海海域長達20天的軍演，禁止駛入啊。第二件事情是在黃海北部，從1月12到14號，這邊會有一個實彈射擊，禁止駛入。軍事專家說了，20天長期的軍演是過去前所未見的，就是要給日本方面一個警告。那日本方面呢，現在做了些什麼事情？包括他現在呢，讀賣新聞的報道，今年會修訂他的這個安全保障3文書，他會特別強化在於太平洋這邊的防守，就是為了要根據反映中國大陸在這邊的軍事動作。那麼日本也說了，他接下來會做軍事上面的準備，在3個島，不管是在硫磺島的港灣與跑道這邊，還有這個北大東島的雷達網跟南鳥島的長程飛彈設施，並且部署最新的逆中戰機投入在戰力裡面。楊老師怎麼看這個政治訊號？沒有錯，中國大陸在遼寧艦的母港所在的就是渤海舉行，從今天開始20天的演習。不過這個演習其實是防禦性的近海防衛演習，它只不過把過去以岸為這個方向，像對海洋的近海防衛搬到海上去。那做的主要還是在做反潛跟反導的這個演習，所以它是一個訊息，就表示說對日本高市早苗過去的台灣有事的發言，認為是介入到中國的主權，也就外國勢力介入到中國的領土，那怎麼樣做長期的反導反潛的這種演習，而且長時間，所以這個訊息是在警告日本。我覺得它是展現中國大陸的決心，以及能力啊。今天可以是渤海，也許明天可以是台海。那你日本或外部勢力，當然最重要還是美國。對，你即使要進入到周遭的區域，你都會面臨到我有這種反潛反導的能力。那更不要說區域的句子跟相關的這個反介入的能力。那日本就剛好展現另外一個層面，因為你看這3個島哈，一字排開剛好。北大東島它其實是屬於沖繩縣最靠應該是東端，但是呢，中間的這個硫磺島，它其實就在東京跟關島中間，那個距離剛好在中間。很有名的硫磺島戰役，過去在2次大戰的時候。對。然後再往東就是南鳥島，那就更遠，所以剛好在這個距離上。那北大東島就代表的意思，就是在整個中國大陸如果要突破第一島鏈的時候，面臨到的，它可能部署相關的這些機場，然後呢反導的這些設施。那到了硫磺島呢，它就在中國大陸短程飛彈的射程距離之外，然後它可以再更進一步的做，就是牽制航空母艦這個戰群，它可能要接近東京，或者是要突破第2島鏈。因為硫磺島剛好就在第2島鏈的這個線上，你再往南島群島這邊呢，那當然因為日本這一陣子這幾年發現到南島群島有重要的稀土礦產以及它未來如果作為長程的，所以這是一個他們叫做太平洋防衛構想室，這個單位預計今年4月會成立，也就是在安保3文件計劃之下，它可能一方面在討論是不是要去修改安保3文件當中非核3原則當中的不引進，也就是跟美國去共同推動核潛艦的計劃，像韓國一樣。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在等於是當美國的代理人，同時也是在做就是中國大陸3潛艦3航母的這個防衛。所以呢，把這一條線拉開3個島。可是講句實在話，這個3個島有這麼大的效益嗎？那3個小島它也能夠做怎麼樣的部署呢？彈道的飛彈又能夠怎麼樣呢？那日本自己有中程彈道飛彈了嗎？美國如果不幫助
你中程彈道飛彈也不會把一棟樓打掉啊。哦，然後呢，中程彈道飛彈能夠去有效的面對这些055大區的一些攻擊或防衛嗎？哦，然後你有怎麼樣的這個機場？你能夠多少個？搞不好連那個剛才談到那個軟鳥的88架都裝不下在這個小島上面，哦，所以呢，而且如果你把它變成一個航空母艦的這種裝備的一樣的數量的話，那你不就變成另外一個直接被攻擊的最明顯的目標嗎？啊，所以不過總是它的一個所謂太平洋防衛計劃當中的環節吧。對，好，我們剛剛特別看到，也是中國大陸現在在太平洋這邊也加強它的部署，是在海上。那如果在空中，我們也帶觀眾朋友來稍微看一下，因為這是來自於大陸自己的軍事專欄特別的報道，說在今年的元旦之後，我們看到的是日本的 F-15J 戰機在宮古海峽這邊，說捕捉到了大陸的，不管是它的殲16、轟6K 之外，還有2架是型號不明的戰機，現在在猜測說這2架可能是殲20隱形戰機，透過這個電子干擾保護傘攜帶着在他的身上，那對日本造成壓力，也代表說殲20現在對於跟日本相比來說，已經具有絕對優勢嗎？可以這樣說嗎？張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大家還是應該到這個日本這個防衛省的統合幕僚監部所發的這個軍情要報去看，他原來到底是怎麼講的。這個軍事專欄楚望雲霄所講的東西跟原來他們所發布的，其實在用詞用語上有一些差距。但無論如何，這個 F-15J 基本上來講，它沒有裝 IRST， 就是紅外線或者是光學的遠程的追蹤跟就是搜索的裝置，所以它遠程目標的辨識能力其實相對較弱，所以有很多時間它真正要辨識是什麼機型，一方面是靠電子接收的信號，但是它本身電子接收的信號。它要靠这個地面的站台，而不是靠 F-15J。F-15J 上去，它是用目視，然後確認有這麼一個東西，或者帶着這個就是偵收的夾艙，然後去這個確認。那這個裡頭呢，又牽涉到，因為我們在這個空中之中虛實時。那隱形戰機呢，通常有一個東西是增強它的信號，叫做龍柏透鏡叫 Lambert's Lens 的，它是信號的強化措施。所以殲20呢，有時候會突然把它施用增強你的信號，然後又把它收起來。收起來之後，因為有很多的這個隱形戰機它裝了之後要落地才能這個就是摘下來。那這個。就是殲20可以開啟關上，虛實。那這是什麼呢？這也是在逗別人，然後讓了解人家到底是怎麼樣來應對這些問題。那假如不能夠確切的掌握目標的運動的痕跡的話，那不能進行所謂的 TMA 目標運動解算 （Target Motion Analysis） 做不了，它就不能再做進一步的射控解算。射控解算不能完成，就不能做彈道解算。彈道解算沒辦法的話，它武器就沒辦法施用。但是呢，也實在沒辦法的時候，也有一種方式，就是完全靠它這個自己是主動型的飛彈，差不多約略的方向把它打出去，然後來這個就是靠它自己來。可是呢，那個要是沒搜索到，砰就掉海裡了，就浪費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這個空中這些捉這個貓捉老鼠永遠是虛實。但是我總覺得中國大陸有很多的這些就社群媒體這個吹的我覺得他們真是不應該在這兒努力他們應該早就去好萊塢幫人家寫劇本，可能會寫得更好。好，謝謝張健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